全世界第一例子，叫 IPAC 成员有6个国家的议员在金门上船考察海域，就是我们台湾附近的海域的安全形势哈。那所谓这个叫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6个国家，6个国家包括纽西兰包括这个还有哪里我看哈，包括对吧？这等一下这6个国家包括哪里呢？英国、纽西兰然后呢，包括印度还有乌克兰还有这个捷克还有台湾中华民国，所以6个国家，这个6个国家的国会议员呢去看。那他的执行长说呢，裴德伦，这是我主动提议的，我们用新的方法唤起国际的认知，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老共就讲了，说你这就挟洋刺众，枉费心机，要这个来对我们施压，没这回事。那陈昭之被批评说是他这样的做是激怒中国。陈昭之说，全程都在我们自己的水域，我激怒什么中国呢？在台湾水域不行吗？那范云也说，不是单一政府跟政党所能控制的是好几个国家不同的政党那另外呢，这个美国跟菲律宾有14个国家在南海仲裁10周年，在10年以前的这个的7月，今天时上7月12号有一个仲裁案出来，就说呢，老共说这些都是他的，不行要国际要共同开发、共同商量等等。那我们也很生气，所以呢，都牵涉到我们，为什么不邀我们去？以后这种事都要邀我们去才可以好，那么因为他特别牵涉到菲律宾因为跟菲律宾的关系很密切，所以美国、菲律宾呢14个国家声明说，10年以前的仲裁案还是有约束力的，因为老共不承认，说我不受他管辖那另外呢，说呢，中国不能用历史性的权利，这是没有依据的，就是说中国不能说我从汉朝对不对？什么元朝、明朝一路，那都是我的，所以现在还是我的，这不行的所以这种历史性的权利是不行的那另外呢，所以国民党的这个委员国民党呼吁赖清德应该学马英九登上太平岛嘛。马英九当时就登上太平岛虽然当时美国是极力劝他不要去的，我就了解美国叫他不要去，你引起国际争端，但马英九还是坚持要去，不理美国宣示主权嘛那所以呢，他们说你赖清德要去你不能不去那老共现在主张的叫做9段线，你看1段、2段、3段、4段、5段、6段、7段、8段、9段，这个9段线里面都是他的，都是大陆的那承接但是呢，国民党那个时候在大陆上是11段线，当时我们主张11段线都是我们的。那老共来就是好，国民党说11段，我们现在9段都是我们的。那当然这些国家就很生气了比如越南在旁边。对不对？马来西亚、印尼、文莱那菲律宾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会有争议的，像黄岩岛又有争议了等等。那马英九当时到太平洋宣示主权这是我们的而且你要注意老共现在你不去他就去了，你要不要去？你去你去至少他说好吧，你去我就不去了，你不去我就去了外交部说台湾应该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就是我们都没有把我们放进来，又把我们放进来了。那太平岛我们老共现在的船都是5000吨的船，那我们一般是100吨，我们通常是100吨的艇。太平岛那边呢，100吨我们是5吨的艇，5吨的 CP 艇只有5吨的 CP 艇，所以呢 CP 艇你一碰到5000吨，实在是他那个浪都把你打跑了所以这种事情真的是，我也听说在海巡署工作的这个朋友，他们说那个小艇不然那大艇，虽然我们说喊话把你驱逐，他怎么被你驱逐呢？对吧？你自己想，差太远那个艇的吨位嘛。我们看一下。透过自拍镜，在基本海域看看与大陆填海道路建造的翔安机场有多近，而用舰艇载着跨国议会联盟 IPAC 一行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华民国海巡。还在船上留下一张合影，随行的包括隶属 IPAC 的民党立委范云、民众党立委陈昭之与英国、纽西兰、捷克、印度、乌克兰等6国国会议员。他们除了在金门厅区海巡的灰色地带渗透防御简报，还进行90分钟以上的海上巡弋，也是外国议员首度公开登上海巡舰艇，甚至宣誓意味，
不言可喻。以前阿扁啊，或者马英九啊，亲自去登岛来宣示主权，登岛其实是一个好的一个方法之一。但是登岛呢，如果去了，我相信在野党朋友搞不好要跟你讲说，你只是上到太平岛去打个卡而已，对于国家的一个主权的一个维护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啊？但就在消息曝光之后，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也批评 IPEC 是由一群极端反华分子拼凑而成的草台班子，以攻击抹黑中国为能事，频频在涉华议题上挑衅滋事。民党当局挟洋自重，枉费心机，注定失败。而要参选金门县长的前副县长李文良更在受访时回应，若因国际政治人物在金门出海考察刺激北京，导致两岸关系恶化，甚或采取报复性行为，对高度依赖两岸和平的金门造成冲击，都不是金门乡亲所乐见的。对此，海委会表示，和平并非建立在自我设限或迎合中国之上，国际社会关注台海情势，有助于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看来，让外国访团在第一线观察参与，这不会是最后一例。先讲这个2016的南海仲裁哦，其实这个案子延烧到现在，对于这些相关周边的国家是寸土不让。为什么？因为之前其实好莱坞很多电影，它里面只要涉及到这个南海主权的九段线，只要有画到的话呢，在菲律宾、越南等等相关的国家全部都禁播，因为他们都不承认这个所谓中国主张的这个九段线哦，包括什么秘境探险，还有一部好像这个动画电影，就是那个连动画片里面只要画到那个图里面是南海，然后九段线的全部都禁播。那所以中国当然对这个很坚持。为什么很坚持？因为呢，这个南海的经济海域号称这个什么石油量等等的这些开采的这个价值也非常的高，所以中国呢也主张什么东沙南沙什么沙都是他们的。那对台湾来讲，当然我们也主张我们自己的主权。所以当初这些国家在打南海仲裁的时候，没有把台湾纳入这个相关的国家，然后去参与。那当然我们对此是表达强烈的抗议，而且呢不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仲裁结果。到现在，我相信这个法律上的主张也是一致的。那至于政策上要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因为刚刚讲，其实这个南海九段线的争议有14个国家发表了声明，这个是周边所有这些国家都联合起来，那包括中国。那对台湾来讲，我们当然是以和为贵，但是坚持主权也是不退让，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呢，大家用一个比较不要互相挑衅，然后能够好好解决争端的和平做法。那至于登岛会不会被认为是一个挑衅，或是一个比较华而不实没有实际作用的一个方式？因为过去马英九前总统也登岛过嘛，那事实也证明就是登岛而已。那管碧玲主委他最近也有在登岛，就是这样。那至于要不要登岛，我相信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处理。那至于这个 IPEC， 那更是不用说，它是多国的议员不同国家在欧洲为主的这些国会议员所组成的一个跨国的一个议会的反中的一个联合小组的成员，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有自己的自主权。他们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于中国长期以来这样，不管是民主人权或其他的这些在政治上的不满，或者是他们的主张，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去干涉或是可以去影响的。所以要把这件事情要去扯到说台湾去要求他们干涉他们，那我觉得台湾真的也是蛮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其他国家他们认为，不管从联合国2758号决议，或是到现在中国种种作为，包括刚刚所讲的你这个试射飞弹，不管你是巨浪2号、巨浪3号都可能对周边的国家造成威胁，被视为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这样的做法，我相信各个国家大家也都是看不下去。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中国其实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扮演着让大家觉得说在第一岛链或印太地区是一个威胁或者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这样的角色。其实对国际上来讲，并不是一个和平或是一个好的一个象征。那我们还是希望说，台湾是一个跟世界做朋友，跟其他国家都是维持友善关系的国家，也希望说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互动方式去处理周边国家的争议。我们完全同意外交要务实，绝对不能够只是表演哦。但是如果连自己的主权、还有自己的位置跟自己的战略主张都不清楚的时候，那你要让国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这南海的仲裁的这个争议已经来了10多年。那我们看到，相较于中国大陆呢，他们对于这样子所谓的，他们认为说这个裁决是非法无效而没有拘束力的废止，他们不接受也不承认。那台湾外交部，我们中华民国外交部的主张竟然是我们主张呢，台湾应该要纳入多边争
争议的解决机制，然后呢，我们应该搁置争议来共同开发，并且呢，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头，跟其他的国家共同寻找南海共同开发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声明应该是软到一个不行吧？就是说，你对于整个这个太平岛，你应该太平岛到底是不是岛？它的法律位置是什么？台湾它到底在这边有没有所谓的权利？这个事情更不要说我们在这边虽然现在没有驻军，但是我们的海巡署呢是会到附近去这边这个巡守，还有我们在上头呢有空军，大约有20多人负责机场的维护跟航管，上面还有这个海象人员来负责监控。这个监视这个海象的这个系统，另外呢还有高雄的这个国军高雄总医院的医师跟护理师都有驻守。其实，早在大概3年多前或4年前，其实，在国军啊这些军友会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个国防部的人员，还会登岛去慰劳一下岛上的人。结果到现在呢，我们的政府竟然是连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权利这样子的话都说不出口。那你要让人家如何能够我们的核心论点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战略主张是什么？如果说领导人他不登岛，他对于整个的南海情势，还有我们整个台湾的位置跟我们的主权地位、法律地位，他都没有一个整体的战略的这样的战略的一个宏观的一个想法的话，只是沦为一种政治性的操作，那当然会沦为所谓的政治性的作秀性的登岛。但是我们的主张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另外就是再回到刚刚说到吴钊燮的问题，吴钊燮自己身为一个国安会的秘书长，结果该做的事不做。跑去他是政论主持人嘛？他竟然在这个发射了这样子的这个弹道这个发射了之后，他竟然说暴露了很多连这个新华社都不知道的内幕。我们都还记得，在19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李登辉为了竞选，他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案件叫做远华案的黑幕。当时有一本书，他那个时候呢，他为了要选上，所以呢，当时这个中共就发射了所谓的哑弹空包弹。结果呢，这个一发射了之后，李登辉为了安定大家的心，说这个事情没事的，这个是哑弹空包弹。结果呢，他选上了，但是对岸有一个我们精心培养的一个所谓的台谍或者是军事人员，这个情报系统的人就这样子被捕获了，然后被执行了死刑。那今天吴钊燮他的这个情报来源来自哪里？会不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军方的人员暴露在危机当中？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地方。刘连坤嘛，是吧？对，刘连坤他被逮捕，然后枪决。上校还是少将？少将都被杀了。对。我们看了太平岛在这里了，我们叫它岛。日本人说这不是岛，是个礁，所以我们也不讲话。所以北京讲话了，北京说如果日本人这是个礁，那冲之鸟礁，你会说是岛呢？那个说是岛呢，所以这个是岛，那个不是岛，这个是岛，这个不是岛，那要岛就都是岛嘛。那否则为什么你那个是岛，我们这就不是岛呢？所以我们的外交部碰到日本、碰到美国，很多事情该强硬还是要强硬。领土主权这些问题是寸步不让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这个毒油这事情还没停。最初时候说1300吨，后来我就是只有1300吨吗？就变成2600吨。我记得我这个节目说，将来可能就是3900吨、5200吨，现在已经到3900吨，已经到3900了。那卫福部长施秋良说，他这很强烈的指控，怀疑中联的抽样是假的，造假。所以抽样造假就是说，你比如吸毒的人要检查你那个尿液啊，什么有没有毒嘛，他用别人的尿就是造假嘛。你用个健康没有吸毒的尿，那当然里面查不出来你吸毒啊。所以他这个卫福部长这样的讲，怀疑是，我想他一定有他的消息来源，一定有，否则不会这样讲。抽样怀疑被造假，就是你有2种造假，一种是我抽的样是有毒的，然后呢我检验说没毒，这是一种；一种是我那个样根本就是假的样，那检出来当然没毒嘛。所以这个很严重了。我上礼拜这边就讲，我说因为我们原来这个苯醛比是没有标准，后来2018年跟欧盟接轨，就采用欧盟的标准，因为欧盟比较严格。那采用欧盟标准，现在疑问就是说，你中联这家公司，甚至其他的油公司还不仅是中联这些油公司，它在2018年前就设立了，它的整个流程有没有因为我们跟欧盟接轨提高标准来修正？如果没有，就有问题了。
你整个 process 整个流程没有修正，那你出来的结果怎么会好呢？毒树毒果嘛，就这么简单嘛。哦，所以我觉得石崇良怀疑说抽样有问题，我觉得他怀疑是对的哦。但是要认真，要好好确实去查查到底是怎么样。他们现在是自主管理，就是我抽了以后我自己检查，我交给什么 SGS， 我交给这些检查。哦，这也很奇怪。你现在中联，它下面就3家公司，什么福寿、福茂，还有什么泰山，每家各出1/3，占中联的这个1/3股份，而且每家好像各派2个董事，都是你们自己人呐、上游就是中游，中游就是上游，都搞在一起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照理讲检查很简单嘛，我只要把这5家好好查一查就好了嘛，不是这样吗？这5家的产品好好查一查就知道怎样了。干嘛去炒？怎么到外面的餐饭啊、餐厅啊、食品啊，查几万家，你怎么查？你明明可以源头可以查的，为什么不在5家去查呢？这个长久以来到底为什么这样？很奇怪哦。所以呢，这个次长林静怡说，检调在着手追查，因为呢，中联再报跟下游厂商报告对不上，上下对不上哦。那另外呢，现在彰化已经查76家下游业者，包括瓦城、争鲜、好事多也都中标了哦。那另外呢，说台铁在里面，台铁的排骨便当，我每次也爱吃啊。哦，台铁澄清说，立法院中午便当都是台铁，也都是台铁，还没有用到，并未使用到了。换句话是不是还是没有买呢，还是还没使用到？哦，因为一定传出来，一定说他有啊。哦，他说还没用到啊。那到现在为止，你看哦。传出来有3900吨，只回收144公吨，回收率不到4%，为什么？是怎么回收啊？许多都用掉了、啊，它到哪里去回收呢？哦，那5月南桥中联4度查出致癌物超标，说业者全知情，还私下开会延误48天通报，说他们自己瞧了，而且尤其是中联跟下面。我讲福茂什么福寿泰山，都是他的股东、啊，都是一家嘛。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嘛。彼此发生问题的，想办法来瞧一瞧，就变成这样子。哦，那另外呢，赖清德说应该赶快把食安法修正一下。那邱淑媞是说，法就在那里嘛，你土法不足以自行，你没有去实践这个法嘛。哦，那另外呢，油品现在是不是赶快要赶着上架？讲完就说政府不要去图利业者了，也不要去护航业者了。哦，赖清德赶快开国安会议，这事情牵涉到国安，大家都很紧。我到底吃了多少这种有哪些有这种东西都不知道嘛，哈。所以国民党也说呢，政府不能把食安风险由人民来承担嘛，你政府就是要替人民来把关，而不是要人民自己去承担嘛。我们看一下。台式餐饮龙头瓦城也被问题有扫到，在彰化卫生局公布的最新4到6月受影响油品下游中被点名，包含不同分店，总共上榜182项。其他瓦城泰统集团旗下非常泰9项、100项、19项、10项也有92项，通通上榜。业者则回忆，在7月1号食药署公布之后，第一时间启动全面清查，部分门市曾经使用到公告所列的批号油品，已经全部停止使用，而且完成预防性全面更换。目前旗下各品牌餐厅都没有使用公告所列的不合格批号油品。至于在伟豆集团的中信商行有106项，点点鑫303项，潮商商36项，同样也是主打港点的天好运也有152项，而争鲜则是28项上榜，细项地点包含北仓、中仓的玉子烧组。业者则强调，门市还有相关库存都已经没有这一次公告的相关油品，甚至连台铁都难逃油风暴。台铁虽然被点名，但是也澄清没有使用到问题油品，已经预防性更换油品的品牌。有很多种便当的胡须章有364项，2楼429项，海霸王30项。问题油越烧越大，也不知道有多少已经吃下肚。7月12号，彰化卫生局公布的4到6月受影响油品下游，洋洋洒洒列出97页的名单，包含 KTV、餐饮集团、卖场都在里面。好事多也被点名，业者回应可能受到影响的品项全部采预防性下架。目前贩售的食用油的油品都没有受到影响，而食药署的统计，受影响的油品有50个品项，回收144公吨，回收率还是不到4%。尽管有些是采预防性下架，但这场食安风暴还在继续烧。
啊，有关于食用油的这个问题啊，这影响非常大。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这个不管是在家里面煮饭或者在外面吃饭，每天都一定会吃到油。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是对于这批问题油，到现在为止，它的回收率只有4%，也就是说，大概96%的这么大批的油，到底去哪里了？好，是已经人民吃下肚了呢，还是说确实有些已经先下架，先放在某个仓库里面？那其实卫福部应该把这件事情还是要把它讲清楚。更何况现在已经知道非常多的业者基本上都是用这个问题油哦。刚刚其实新闻里面有讲，很多都是我们常去吃的餐厅啊，或是什么胡须章啊、台铁的便当等等哈，这个影响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卫福部好像也拿不出什么更积极、更具体的做法，而且更何况就是说，我们人体吃下去之后，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迅速的让它代谢掉？还有就是回收之后的那个油渣，好，之前他们有讲嘛，就是那个油粕，它榨完油之后，我们现在吃的是那个纯净已经提炼出来的油，但是它还是有很多油粕、油渣，那动物吃了。它应该都是去喂什么鸡啊，或者什么这些的东西。对，那我们又在吃，它后面又会产生一些问题啊。那些有没有去清查？还有就是，我也希望就是卫福部不要只是现在去盯着就是什么泰山啊，还有就是中脂公司的这批油，我们还有其他的品牌，好，台糖的大豆沙拉油啊，大同啊，或是其他的什么得意的一天这些机油，全面都要去检查这个。苯醛比是不是可能会发生在如果是它发生在制成的环节当中的话，那只要是类似用这种制成去提炼出来的油，就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致癌物，应该要趁这次机会全面清查。好，我要提一下，赖清德是现任总统，他在以前的时候，当那时候鼎新事件2014年的时候，他怎么讲？他就说啊，此案就是国安。呼吁马政府要召开国安会议，就是等于是扩大、集思广益，让各界的人马、各界的专家一起来这个类似国事会议。现在的赖清德嘴巴只是说震怒，哇，这个食安不能够打折扣，然后呢，下一步呢是什么？我们现在看了卫福部现在想办法要甩锅给地方政府，甩锅给厂商，所以他说厂商这个自主的检验做得不好。但是你责任啊，你这个中央政府不要忘了，这一部分来讲，政策是中央政府的嘛，你要整个联系，然后执行命令的是地方政府，然后结果预防性的下架，他动作比地方政府还慢呢。地方政府就说我们应该要预防性下架啊，结果中央政府搁第一层，第二层不敢，为什么？我说厂商怕厂商没有生意可以做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觉得人民的食安比天还大。这时候不要忘了哦，民进党政府蔡英文的时代讲的食安5环，食安5环是什么？那个我们的食物从最源头边境管理进到整个一个履历，通通要建起来，这个非常的重要。现在到底是黄豆进口，有人说以前是从美国买的，现在从巴西买的，黄豆可能有问题。黄豆的问题呢，还是制成中过程说我因为温度高温之下。产生这些致癌物，还是怎么样？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讲清楚。结果石崇良很天才的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要公司设立读懂。我说奇怪，这跟读懂有什么关系啊？读懂也没有能力去查。查了一下，因为读懂本身，他为什么不是董事呢？因为读懂本身有监察人的功能，它是这样子。那这个一般来讲就是 QC 或者 QA 或者 TQA、TQC， 就全面的品质管理。那里面厂商内部要做好就可以了。他申报啊，要整个，如果你食安5环做得好，等于我的东西。进来黄豆进来，沙拉油，然后流到哪里，通通知道。我这里跟各位报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财政部花了几十亿哦，财政部在过去几年花了几十亿建立了一套，这整个的通有。财政部为什么要课税？所以厂商啊，通通里面就在里面。那卫福部啊，都不太用的，他就老大，他认为我专业啊，你算什么？这个东西，所以我所知道的。财政部建的那一套系统，
卫福部不太用，我觉得请卫福部真的为了我们人民的食安，好好去用那一套系统吧。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中联是下面的3家公司，什么福茂、福寿、泰山，他们各派2个董事去，对，各派2个董事，所以换句话说，他那个董事会，他是等于上下混在一起。他讲的独董意思是说可以打破他董事会的垄断，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不够了，就是你整个可以这样子上下游彼此这样互换，就我董事放在你上面，然后大家就在那边混成一团，然后发现事情想办法自己解决，这才很大的问题嘛。另外就是说卓荣泰那个态度也有问题，对不对？石崇亮有说哈，说要不要公布啊什么，卓荣泰居然说再考虑，你在考虑什么？你是考虑业者的利益，还是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你怎么可以再考虑呢？我就不懂啊，你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刚赖委员讲啊，你现在召开一个国安这个食安会议，你自己讲过，我不懂这些人哦，没有当到大官以前都可以讲很大话，你今天当到了，你有这个权利开嘛？你就召开一个会议，不只是中联，就刚刚讲的其他能够做的，这就是那2、3家上游，对不对？通通找来，通通去彻查，然后仔细的检讨，有那么困难吗？到底你怕什么呢？继续再回来。